莫斯科正式宣布，明天的紅場閱兵沒有一輛戰車，沒有一輛裝甲車，甚至沒有常規的防空飛彈系統，只有徒步的軍校學員。俄羅斯官方將其歸咎於當前局勢和烏克蘭無人機威脅，但真相更殘酷，普丁的龐大舊日帝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崩塌。與此同時，在距離莫斯科千里之外的歐洲腹地，一場沒有流血的政治地震剛剛抽乾了普丁在歐洲的底牌。執政16年，長期充當克里姆林宮代言人，並阻撓歐盟援烏的匈牙利總理奧班，在4月的議會大選中遭遇慘敗。反對派新星彼得·馬格雅的壓倒性勝利，直接解凍了高達900億歐元的歐盟援烏資金。烏克蘭不僅挺過了艱難的消耗戰，更完成了一場工業革命，已然崛起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無人機超級大國。今天，火力軍帶你層層剖析2026年春季這場橫跨歐洲的局勢是如何在短短3個月內徹底翻轉的？莫斯科紅場閱兵為何連一輛主力戰車都拿不出？一場沒有流血的匈牙利大選又是如何成為瓦解俄羅斯歐洲防線的致命一擊？俄羅斯的血條到底還剩多少？俄羅斯軍隊很強大，人多，兵器多，有核武，有五代機，有天然氣、石油。在傳統的戰爭認知裡，俄羅斯就像一頭擁有無限資源的巨熊，能用無窮盡的鋼鐵洪流耗死對手。俄烏戰爭4年過去了，情況還是如此嗎？要看清戰局真相，我們不能只看前線開了多少炮，而是要看這頭巨熊的血管裡是否還有足夠的血液。讓我們把時間撥回2026年4月底，在莫斯科的一場閉門會議上，莫斯科央行行長阿爾維拉·納比烏林娜拋出了一個讓高層震動的數據：俄羅斯正面臨250萬人的勞動力短缺。他直說，在現代俄羅斯歷史上，我們從來沒見過這麼嚴重的人手短缺。大家要知道，250萬人意味着社會運轉已經出了大問題。戰爭爆發以來，前線吞噬了約150萬青壯年，加上傷亡和出國的人，俄羅斯的勞動力快見底了。這直接導致了軍工廠停工。俄羅斯最大的戰車工廠烏拉爾機車車輛廠，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大裁員，有些核心部門甚至裁了1半的人。打仗的時候為什麼要裁員？因為西方制裁斷了關鍵的電子零件，生產線只好停工。同時，工人乘機加班，身體早就透支了。大戰車廠減產，紅場閱兵拿不出戰車，其實早在這裡就埋下了伏筆。後方缺人缺零件，前線則是指揮系統斷線。2026年春天，一直被當成王牌的俄羅斯第29集團軍，在南部戰線被烏克蘭軍隊連續奪回了9個村鎮。這場敗仗的原因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俄軍的前線一直靠一款叫 Telegram 的手機聊天軟件來溝通，但今年2月 SpaceX 公司掐斷了俄軍偷用的星鏈網絡。幾乎同時，俄羅斯政府為了管住國內言論，自己也限制了 Telegram 的網速。斷網限速以來，第29集團軍的指揮網瞬間癱瘓，前線軍官只能翻出紙質地圖，基線部隊誰也聯繫不上誰。烏軍趁着他們像無頭蒼蠅一樣的時候，迅速打穿了防線。回顧這3個月，打敗這支部隊的不只是對手的炮火，更要命的是後方斷掉了零件，招不到人的工廠，還有前線突然斷開的網線。這是紙面上的強大軍隊，在泥濘和斷網中露出了虛弱的底子。按照俄羅斯的一貫作風，戰場上不行，那就宣傳上搞得唬人一點。但今年的紅場卻是反常的冷淡，俄羅斯真的是裝都懶得裝了嗎？如果說前線第29集團軍的困境是前線的損耗，那麼俄羅斯紅場的現狀則揭示了俄羅斯後方縱深的防禦真空。2026年5月9日，俄羅斯迎來第81個勝利日。在過去近20年裡，這是俄羅斯向全球展示重型裝甲的最高舞台。但明天我不會看到任何主戰戰車、裝甲車，僅有徒步方陣和空中的戰機編隊。普丁說，我怕把裝備拉回來，烏克蘭趁機給我一棍子。裝備缺席的原因在於莫斯科的防空網已經無法覆蓋閱兵所需的龐大後勤鏈條。辦一場大閱兵需要裝甲車隊在莫斯科郊外的空地上停放和排練好幾個星期。在現在的無人機戰爭裡，這些停在空地上的車隊簡直就是活靶子。相比闖進市中心，烏克蘭無人機炸郊外的車隊要容易得多。莫斯科之所以這麼怕，是因為烏克蘭無人機現在飛得太遠了。今年春天，烏克蘭無人機的打擊半徑已突破1500公里，成功命中了位於烏拉爾山脈深處別爾姆地區的工業設施。那裡正是俄空天軍戰略轟炸機與遠程飛彈的發動機核心產地，曾經不可逾越的戰略大後方已經被納入致命射程。而在黑海沿岸，作為南部最關鍵的燃料樞紐，图阿普谢煉油廠在不到3周內連續遭到4次精確打擊，這座维系高加索前線與黑海舰隊油料命脈的劇場陷入火海，
引發了持續大火，甚至在當地降下了有毒黑雨，令敌方的後勤動脈几近癱瘓。為了不讓閱兵出事，莫斯科市中心乾脆切斷了手機網和導航，因為烏克蘭無人機會順着手機網的信號來認路。當一個國家的首都只能靠大面積斷網來防空時，說明他們的防空飛彈已經不夠用了。紅場上沒有戰車撐場面，俄羅斯高層只能去別的地方找回面子，做法也變得更加極端。就在閱兵前幾天，俄羅斯做了2件嚇唬人的事。第一件，他們封鎖了遠東的一個飛彈靶場，準備試射洲際核飛彈。第二件，他們向緊挨着北約邊界的烏克蘭西部發射了一枚叫真樹的新型彈道飛彈。這枚能裝核彈頭的飛彈在歐洲家門口爆炸，很多國家都把它看作是极其危險的警告。一邊秀飛彈，一邊又在外交上說軟話。5月初，普丁在和美國總統川普打電話時，主動提出趁着5月9日閱兵，大家停火幾天。然而說一套做一套，就在全面停火快要生效前幾個小時，俄羅斯对烏克蘭各地發起了猛烈轟炸，重型炸彈和無人機砸向了居住區，造成至少27人死亡，100多人受傷。沒有戰車的紅場，靠斷網防空的莫斯科，再加上向北約邊境發射的飛彈，這3個畫面放在一起，就是俄羅斯今年春天的真實處境。因為造不出新裝備，防空網又漏洞百出，他們在明面上的展示只能縮手縮腳。為了掩蓋這種虛弱，他們只好拿出核飛彈來嚇唬人。而更讓俄羅斯絕望的是，他們在歐洲唯一的盟友突然倒台，選擇投向烏克蘭。當常規軍隊在前線推進困難，當紅場閱兵被迫收起重武器，一個國家在外交的政治盟友往往會成為至關重要的緩冲防線。對於俄羅斯而言，過去幾年裡，他在歐洲最有效的一張牌，並不是部署在邊境的飛彈，而是一張否決票。這張否決票握在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班的手裡。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奧班政府一直利用歐盟重大決策需要全體一致同意的規則，頻頻使用否決權。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匈牙利長期凍結了歐盟為烏克蘭提供的高達900億歐元的援助法案。只要這筆錢被卡住，烏克蘭在維持國家運轉、購買彈藥和擴大軍工生產時，就會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然而，在2026年4月12日，這條政治防線從內部瓦解了。在當天的匈牙利議會選舉中，執政長達16年的奧班及其領導的政黨遭遇了歷史性的慘敗。由政治新人彼得·馬戈亞領導的第薩黨斬獲了54%的選票，拿下了議會近70%的席位，取得了絕對的超級多數。相比之下，奧班的政黨得票率僅剩37%。一個執政16年、資源龐大的政權，為何會在一夜之間倒塌？奧班在競選時試圖把這場選舉包裝成一場宏大的地緣政治對決。他告訴選民，這是一場戰爭與和平的選擇，聲稱如果對手上台，就會把匈牙利拖入衝突。但選票箱裡的結果證明，匈牙利民眾更在意的是自己的錢包。長期的經濟停滯、居高不下的物價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讓選民失去了耐心。當日常買菜都覺得貴的時候，宏大的安全警告就沒人聽了。在絕對的票數差距面前，奧班在計票當晚就乾脆地承認了敗選。這場沒有流血的政權交替，立刻在俄烏局勢上產生了直接的連鎖反應。就在交出權力前夕，奧班公開表示，他將不再阻撓那筆900億歐元的歐盟援助款。這意味着通過政治手段卡住烏克蘭資金鏈的做法徹底失敗。這凍結的900億歐元簡直是雪中送炭，直接填補了烏克蘭在2026年擴充本土武器產能所急需的錢袋子。除了錢到位了，地緣關係的重新洗牌對莫斯科來說同樣是個壞消息。新上台的彼得·馬戈亞在多瑙河畔的勝選演講中宣布，他上任後的首次正式出訪將去波蘭首都華沙。這個選擇大有講究。過去幾年，因為奧班在俄烏問題上的態度，匈牙利與波蘭的關係變得很差。原本旨在加強中東歐國家合作的維謝格拉德集團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聯合體幾乎陷入停滯。馬戈亞把華沙作為首訪地，意味着匈牙利的外交路線正在迅速回歸歐洲的主流。中東歐這片區域正在重新抱團。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2026年4月的這幾天損失慘重。他們不僅失去了在歐盟內部的最關鍵一票，眼看着900億歐元的巨款流向了对手，還目睹了中東歐國家的重新團結。當經濟賬單壓垮了空洞的政治口號，匈牙利人的選票展現出了比前線炮彈更直接的破壞力。有了歐盟解冻的900億歐元作為底氣，烏克蘭在2026年開始全力推進一項足以改變戰爭規則的計劃。說到打仗，現在的烏克蘭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懂無人機。在2026年，烏克蘭政府定下了一個驚人的目標，1年內生產800萬架無人機。在這800萬架中，有超過90%是那種由操作員戴着 VR 眼鏡在安全距離外遙控，掛着炸藥直接撞擊目標的巡飛彈。1年800萬架是什麼概念？根據烏克蘭軍方的親自估算，俄羅斯在2026年全年的無人機產量大概只有200萬架左右。
為了支撐這個巨大的產能，烏克蘭計劃到2030年總共砸下225億美元，並且目前已經有超過30萬名工人在700多家軍工企業裡日夜趕工。但數量多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技術的進化。在過去2年裡，俄羅斯軍隊慢慢學會了應對普通無人機，他們大量部署了電子干擾設備，只要把 GPS 信號和无線電信號屏蔽掉，烏克蘭的無人機就會在半空中變成無頭蒼蠅，直接墜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烏克蘭今年大規模投入使用了火星人的新一代人工智慧無人機。這種無人機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根本不需要 GPS， 也不需要人，在後方用手柄一直遙控。火星人無人機機頭帶一個高清攝像頭，它在飛行時會一邊飛一邊看着地面的山川、河流和道路特徵，和大腦裡儲存的地圖做對比來自己認路。即使周圍的無線電干擾再強，它也能以每小時300公里的速度自主飛行，直接穿過俄羅斯的防空網。在飛到目標附近時，它的 AI 系統能自動認出哪兒是偽裝的陣地，哪兒是戰車的弱點，然後自己決定撞上去。不僅是烏克蘭自己造，西方企業也把最新技術拿到了這裡測試。比如美國一家公司開發的紅龍巡飛彈，目前據信已經在烏克蘭戰場上投入使用。操作員只需要在熒幕上畫個圈，這架巡飛彈就能在沒有 GPS 的情況下自己飛出400公里，在這個區域裡自主搜索並摧毀目標。這種高科技武器很貴嗎？答案是出人意料的便宜。比如一款代號為 P1 的攔截無人機，你敢相信嗎？單價被成功控制在不到5000美元。在戰場上，這就是一筆極其不對等的經濟賬。俄羅斯要生產一輛戰車需要花幾百萬美元，要培養一個熟練的戰車兵需要大半年的時間。但烏克蘭只需要花幾千美元，用一堆漆片、塑料和代碼組裝成的機器，就能在幾分鐘內把這輛戰車變成一堆廢鐵。這種低成本的戰術取得的戰果是實打實的。根據統計，僅在2026年的頭3個月裡，烏克蘭無人機部隊就摧毀了66200多個高價值目標，包括裝甲車和彈藥庫。更讓人震驚的是，在今年3月份，俄羅斯3萬多人的傷亡中，高達96%的傷亡都是由無人机直接造成的。澤倫斯基甚至定下了一個非常直接的戰術目標，用無人機每個月穩定消耗掉5萬名俄羅斯士兵。按照前面提到的俄羅斯國內嚴重缺人的現狀，這種機械換人命的打法，無疑是在給俄羅斯的社會運轉放血。由於烏克蘭在無人機上打出了心得，整個歐洲都開始向他們取經。今年5月，歐盟正式發起了歐盟烏克蘭無人機聯盟。歐洲國家出傳感器技術，出先進材料，出資金，而烏克蘭出實戰數據和戰場測試環境。西方世界和烏克蘭正在把無人機工廠連成一條沒有短板的流水線。回顧2026年春季的這3個月，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轉變。在前線，原本被視為精銳的俄羅斯第29集團軍，因為斷網和缺人被打得節節敗退。在後方，莫斯科紅場因為害怕無人機空襲，不得不取消了重裝甲閱兵。而在歐洲大陸，匈牙利的一張選票讓900億歐元的巨額資金重新流向基輔。這場戰爭早就不是簡單的排兵布陣和陣地推進，它已經演變成了一場拼人口、拼零件供應鏈、拼西谷算法的立體消耗戰。俄羅斯引以為傲的人數優勢和鋼鐵洪流，正在被烏克蘭1年800萬架的廉價 AI 機器蜂群逐漸瓦解。那麼，你認為烏克蘭這800萬架無人機的驚人產能，加上歐洲解凍的這900億歐元資金，能夠讓這場戰爭在2027年迎來徹底的大結局嗎？好了，關於俄羅斯艱難前行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烏克蘭是越打越強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